大家睇威哥會館最緊要，大家撳一撳個鐘仔，留意威哥會館嘅最新動態，同埋多啲留言、訂閱、分享同埋 like 我哋嘅影片。大家亦都可以課金俾威哥，支持我哋呢個小小嘅頻道。小朋友，你呢100蚊已經輸咗啦！一个7岁的小孩滚楼梯真的不错，然后给我加了一个特写。哎呀，好酷啊！说实话，我当时根本不懂表演。以後你唔好再惹我。我来到香港之後，就變成你會或者不會，都要你自己來。你 IQ 太低啦！但還是李連杰的，因為畢竟有2次演父子的關係。忍無可忍，你就無需再忍啦。各位觀眾，喂，今日嘅嘉賓咧真係好犀利，因為大家咧都記得佢好多經典嘅台詞啊，好似真係忍無可忍啊，無需再忍啊，或者你 IQ 太低啦，又或者係呢個我爸爸教我真係贏要谷燒縮嘅話，佢今日咧帶咗佢嘅新戲《火遮眼》咧嚟見我哋嘅就係咧阿謝苗先生啊。係，大家好，我係謝苗。誒，你好，係啦，係啦。不過我哋真係同你傾你嘅新戲《火遮眼》之前咧，都想講下呢啲經典嘅電影啦，因為真係啦，我哋即係其實係啦，都同你差唔多年紀嘅啫，我都就係啦，都睇你真係一齊，即係睇你同阿李連杰啊、阿發哥啊佢哋咧，真係一齊做嘢啦。咁不過真係講翻好早啦，不過我唔係咧，即係考你記性啦少少。即係其實你嗰陣時即係拍呢一啲香港嘅電影咧，即係好似第一套唔係洪熙官喎，好似唔係，其實都有係咪有一套係邊城浪子啊嘛？嗰套你有冇印象咧？嗰套叫對，其實我的第一部電影確實是《邊城浪子》，那個是我剛剛在北京練武術的時候，然後我們武術隊的教練就帶着我去拍了1天的戲，當時完全不知道是什麼，就是說去拍戲，哦好，然後去到現場，我記得很清楚，我就拍了1天，我就做了一件事情，然後拿着一把刀，然後衝上一個有幾十級的台階兒去上面，然後一刀要砍向狄龍老師演的那個傅紅雪，然後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然後有一個飛鏢射中喉嚨，然後滾樓梯，然後死掉。對，然後那個時候我7歲，現在想想，讓我滾樓梯，哇，真的很殘忍。現在想想，對，所以那個是我的第一部電影，只有1天。哦，但係有冇替身啊？真係你自己？沒有，我自己滾。對，他們就覺得因為啊，一個7歲的小孩滾樓梯真的不錯，然後給我加了一個特寫，就是狄龍大哥過來把我的眼睛能閉上。不過嗰陣時接觸香港嘅即係劇組咧，嗰陣時你覺得有咩感覺咧？你細個嗰陣時，雖然之前拍過1天的戲，但是對表演、對拍電影依然沒有什麼太多的感覺，也不太知道拍戲到底是怎麼樣的事情。但是當時對於這部電影，但我當時知道李連杰大哥確實是很厲害的電影明星，這個概念在我的腦海裡是有的。然後除此之外，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因為你也知道，這個是少林五祖，加上我一共6個小孩子，每天在現場玩就很開心，這個是我對這部新少林五祖最大的記憶。不過你嗰陣時細個，其實有冇多唔多睇啲香港嘅電影呢啲？即係你未拍呢啲戲之前，有冇接觸到咧？其實都沒看過，其實都錄影帶也沒好少啦。錄影帶其實是我很多在國內的觀眾是從我這一部開始慢慢看到的。哦，對，我都沒看到。你未見到？哦，不過就好似話最初係咪即係試鏡嗰陣時，其實想揾你做阿陳松勇個仔㗎，即係富家子，真係喺度口，跟住不過之後真係什麼都知道啊！不過之後就先至改做洪文定，係點解咧？就是王晶導演一開始叫我去的時候，很多小孩子在那裡，然後他也不知道每個小孩子適合演什麼樣的角色，然後就都試下，然後我記得很清楚，給了我一把扇子，然後就是感覺很有錢，就是你們什麼反正就是那樣的，就是搖頭晃腦那樣的角色，對。但是都試過，王晶導演都覺得看起來不是他想象中的樣子，然後就讓服裝好像找了一個就是比較破的衣服然後穿在那裡，然後就也不說話，就這樣皺着眉在那裡。王晶導演好像這個不錯，對這種苦大仇深的感覺好像更適合我，所以最後好像就定了演洪文定的角色。但是後來據我所知，都本身洪文定的角色，其實在這個電影裡邊並沒有那麼多，只是在慢慢的拍攝當中，導演發現，原來
这个洪文定跟洪熙官之间的这种感觉有一种他们意想之外的化学反应，所以他们觉得可以再把他的戲多加一點，好像是這樣的。不過其實阿黃晶導演嗰陣時，即係同你哋試鏡嗰陣時咧，即係冇話，即係冇試你哋功夫嗰啲咧，即係佢就係咧揾你做嗰個富家子嗰啲睇，冇睇嗰啲嘅，有冇睇？即係或者阿袁輝導演有冇喺度咧？啊，对对，蛋哥，就是其实功夫呢，因为首先他们是从武术队挑来，然后呢，知道我有一点武术的底子在，然后这个也是后来跟王晶导演谈过，王晶导演也跟我讲过，他说在他觉得当时对于一个小朋友的要求来看，演戏是第一位的，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没有办法替你，对吧？但是他说，如果你只是练了两年的武术，你有很多动作你不能完成，我们可以找比你年龄大，但是看起来也是小朋友的人替你完成，这个都可以。所以在王晶导演的眼里，文戲是第一位。不過我睇人講黃晶導演好似講過咧，就係咪現場真係頭先你都講係有幾個替身喺度？有这个真的有，真的啊！而且因为小朋友他即使是做替身，他也都不是什么都非常厉害，所以他们会找一些，比如说需要有翻跟头的，他们就会从体操队啊，或者当时的京剧班呐，就是专门练习翻跟头的地方找来，他只负责翻跟头。对，因为当时我练了2年的武术，然后可能需要有一些那个枪的那些训练，然后其实就会找一些年龄比较大，但是看起来还是小孩子样子的人，对，替我做一些槍嘅東西，對。不過就其實係啦，你都同阿李連杰大哥即係拍過2套戲啦，即係呢個都係好厲害嘅一個起點咧。因為阿李連杰大哥都係即係武術隊出身啦，我覺得。因為咁你哋嗰陣時交流啲有冇點咧？武術嘅討論或者點樣？你哋兩個私下即係拍未即係唔拍未埋位，即係冇拍戲嗰陣時係有冇話點樣傾嘅？你哋兩個？其實我那個時候有一點，就是說交流肯定是不敢，甚至有一點怕他，我盡量不要讓他看到我的練武術的樣子，因為他練得太好了，所以他一看到我練，他就喜歡，你過來，然後這個弓步，馬步，這個弓步後退，伸直一點，就是他有時候會這樣，所以我有點怕他，我就不要讓他看到我這樣，對。但是我其實現在回想起來，我拍動作片的影響，其實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跟李連杰老師在一起拍戲。有冇你會記得即係好似《給爸爸的信》或者係啦《洪熙官》真係新少林5組啦，有冇咩動作係較為難嘅咧？其實有冇話都記得？都很難，尤其是到了《給爸爸的信》的時候，到了香港，當時我來到香港之後，我面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沒有替身了，因為香港練武術的小朋友也不多，就哇，這個怎麼辦？就變成你會或者不會，都要你自己來完成，你不會。用維亞幫你，也要你會。哇！我當時我就記得，就有很多動作，就包括給爸爸的信裏有一個李連杰老師用繩子，嗰度啊，係咯，對，哇！我就覺得這個每天就穿上維亞在那兒揉，就是這種感覺。其實如果可能是要是在當時西少林5組的時候，也許替身會幫我做，但是當時後來來到香港拍，就完全沒有，所以那個動作。讓我記得特別深刻，然後又有點暈的，然後速度也很快，自己也有一點怕，但是又要 hold 住那個 pose， 所以那個動作比較記憶深刻。即係好似呢2部戲啦，即係我諗即係啦，多數都係阿黃晶導演或者阿蛋哥啦。你對於2位導演嗰個感覺係點樣咧？真係可以問話其實。我覺得袁奎導演蛋哥給我的感覺就是非常非常認真的一個導演。我覺得，而且蛋哥是一個性格，至少對我是一個非常有耐心的導演。他通常會想到一個動作，如果不能完成，他會想盡辦法怎麼去完成它，而不是說，試過幾次之後啊，唔得，換了，他不會，他會想辦法。如果做不到，他會想，如果加個維亞呢？然後大家再來試，然後試過之後還是不行啊。如果這邊再來一個維亞呢？他是一個這樣的人，而且我覺得在袁奎導演的世界裡，就是拍動作電影這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純粹，然後王晶導演就讓我的感覺就是非常
非常聪明，而且王晶导演就对我真的非常好，我印象中非常深刻。我第一天到香港，然后王晶导演让助手带着我去买衣服，买了我在香港1年穿的衣服啊，对对对，就是他对我非常好啊。不過係咪呢4套戲都係連續拍嘅咧？加埋小飛俠仲有啊？对，其实是拍完《新少林五祖》来到香港，然后就是先开始拍《赌神2》，刚刚开始拍，然后在这个《赌神2》的期間拍的《小飛俠》，然後結束之後就是《給爸爸的信》，最後一部是《給爸爸的信》。即係其實一次過簽定係點樣？其實定係即係覺得新少林五祖你真係做得好好嘅表現，所以就繼續拍嗰3部你點睇？不過就係咯，你即係話啦，你小朋友你細個嗰陣時真係哇同咁多巨星合作啦，你連真的是巨星，仲有阿達哥啦，仲有小飛俠，仲有阿小黑哥啦，阿做你爸爸。其實咁多位你最有印象係邊一位咧？有冇話其實咁多位？那應該還是李連杰大哥，因為畢竟有2次演父子的關係，而且我們2個都是北京人，所以在香港的時候，在北京拍的時候還感覺不明顯，然後在香港拍的時候，你就會發現，然後杰哥會對我有很多照顧，就比如說他知道我有時候可能吃不慣香港的食物，他會讓人做到一些北方的菜，然後拿來也給我吃。對，這個對我是很重要的，記憶很深刻的。啊，係喎，《給爸爸的信》又係有小黑哥啊，小黑哥咧，如果係你記唔記得？小黑哥啊，小黑哥當時給我的印象就是每天很開心，然後用現在的講，就是這個人的能量非常大，就感覺每天在現場都咔咔咔，然後他的嗓子有點啞啞的，然後這裡，然後有一些對，然後喜歡開玩笑這樣的，對，這個是我對小黑哥的一點印象。仲有一位就係啦，我哋都懷念就阿達哥啦，達哥點樣咧？達哥就有點跟我想象中的是完全不同了，這個也當時對我有一種感覺，就是說吧，我說原來喜劇演員不是真的每天都很開心的，或者說不是真的每天都是那樣的，對，所以我對當時達哥的印象就是他只有在喊 action 的一瞬間，他會啪都是這樣，然後一看咔 OK， 就所以我想可能那種表演對於他來說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他不可能長時間的保持一個那樣的東西，所以當時我才感覺啊，原來拍戲其實演員跟戲之間有很大區別的。係，因為咧你真係咧俾我哋嘅印象真係好深刻嘅，因為咧真係可能童星咧真係好多啦，但係咧真係好似你咁，真係啦，有識功夫童星真係可能少啊，或者有一位咧就係即係可能係個早你少少嘅就係阿釋小龍。釋小龍係。佢同你有冇多唔多即係傾偈咧？嗰陣時即係或者之後先至係咪多啲交流可能？都有，我們因為在現在都開始拍動作電影，昨天在北京火車演的首映式，他都來了。對，我們都會交流一些想法，以及覺得現在的動作電影是什麼情況，我們會去分享這樣的事情。不過童星嘅期間咧，有冇邊啲地方拍嗰陣時有啲緊張啊，或者真係有啲唔係好適應嘅地方？有冇咩？有。拍新少林五祖的時候，其實說實話，我當時根本不懂表演。然後這個也是我認為王晶導演很厲害的一點，就是其實他沒有跟我說過，我是就像一般導演給一個成年人來講戲這樣，就是你這個故事發生了什麼，你當時是怎麼樣。他都是用最簡單的方式告訴我要去做什麼。就比如說，他說，謝淼，你往左回頭看啊，往左回頭看。快啲啊，快啲！皺眉啊，皺眉。OK， 到了。我都不知道我看的是什麼，你知道這是什麼？我自己完全不知道。然後通過剪輯我才知道啊，原來是這樣的事情。所以他用了拍《新少林五祖》的時候，他用了很多這樣的方式來教我演戲。到《賭神》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慢慢明白拍戲是怎麼回事，有的時候會去有表演的那種想法，就比如說我現在這一刻我很開心在跟大家玩，然後忽然間喊 action， 可能我會自己就會感覺有變化了啊，這個時候，然後到小飛俠
就已经是因为是一个喜剧片，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所以对一些喜剧的那种表演方式，不是特别习惯。但是导演也一直教我嘛，反正也能完成。真正到了给爸爸的信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懂了拍戏是什么事情，然后表演是什么事情，然后甚至会注意到机器的位置了，对，就已经有一點對經驗在了那個時候。對，不過講翻賭神2啦，真係因為都係一個好大嘅製作啦。你記唔記得嗰陣時係咪都好熱鬧咧？嗰個現場或者哇，這好緊張喎，真係好趕好定點？那不會，很緊張是不會，就是我對這部電影的印象就是哇，在香港拍電影這麼舒服。就是飲料可以隨便喝，然後吃的可以隨便吃，每天有不同的人買來下午茶給大家喝，我覺得這個拍戲太開心了。然後我當時拍這個電影的時候，我是開機了1個多月之後，王晶導演見我，說你不要再吃了，說你已經胖到有點不接戲了，我跟你說，說你不能再吃了。我當時就是對這個對《賭神2》的這個劇組就是感覺哇。好舒服呀，拍戲。係，不過想講下，即係幾位即係女主角啦，都好似即係我哋好中意，即係《賭神2》入邊做你姐姐嘅邱淑貞，或者係阿吳倩蓮啦，或者係阿《卡巴威信》入邊阿妹謝梅艷芳，你邊個較為有印象咧？有冇話啲佢哋其實？其實對邱淑貞老師吧，現在用，或者還有吳倩蓮老師，就是對他們的感覺就真的很漂亮。就是對於一個10歲的孩子來講，我也覺得他們很漂亮，哇，覺得哇真的很好看，就是那種感覺，就只能用漂亮來去覺得每天就這樣看。然後但是對梅艷芳梅姐就有不一樣的情感梅姐確實是因為梅姐是真的是在我小的時候拍戲的那段時間裡對我最好的一個人她非常喜歡我。因為我知道他在我們拍給爸爸的信的時候，他中間有時候是會去日本開演唱會啊，或者會去別的地方做一些他自己的私人工作，但是每一次他都會給我特意的帶一份禮物回來。所以我到現在我都在家裡擺了他梅姐送的禮物，所以我對梅姐的感情是非常深的，她對我真的很好。咁如果你動作方面咧，特登就係阿王晶導演喺呢4部戲都係有好多動作俾你啦。佢哋點樣同啲武術指導去研究或者點樣？佢哋即係叫你做咩就做咩，定係即係冇話係點樣？你嗰啲咁細個嗰時係點樣？對，就是有什麼讓我做什麼我就去做了，就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對於動作片也沒有什麼發言權，對。然後其實他們都已經，但是當時的動作團隊現在你想想已經是非常非常好的了，在當時也說得上是全世界最好的，所以他們一定有非常棒的想法出來，所以我只需要服從就好了。不過真係啦，我見你真係其實呢幾年咧，你都見翻佢哋都好似阿李連杰啦、阿李連杰大哥啦，或者啱啱啊見你係咧又見翻阿發哥同阿家輝哥佢哋咧，哇！嗰個感覺係點咧？真係哇咁多年再見翻佢哋，真係30幾年。哎呦，就感覺這個就是感覺有一種輪迴命運的那種感覺，很強烈，很強烈。然後因為其實這跟這幾位前輩都是這幾年才又見到對，然後就覺得當我再次見到他們的時候，一個是確實很感嘆。我彼此都有了很大的一個變化在，然後再一個就是覺得，想想確實從每一位這些老師身上都學到了對我來說至關重要的事情，就覺得很感謝他們吧。就是你食得好肥膩下喎。我母親還是想了想，覺得還是讓我回北京讀書吧。我覺得我母親一定是很聽了發哥的這個意見，個人的意願是願意來，我一定有辦法把你拍到。我說真的嗎？我說這麼多戲，我想象中也許會拍成導火線或者殺普郎的那種樣子，反而對我來說回想起來沒有那麼困難，
其实是因为我做的心理准备做得非常足，但当时就是自己就恼了，结果你看每个人都是2下，啪，他们觉得是很难以置信的，我覺得是震撼到了他們。我爸爸教落賭錢嗰陣，贏要谷，輸要縮，買晒佢。喂，大佬啊，條靚仔浸氣好似食住你咁啊！食你個死人頭！